你敢想象吗？这里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有人类居住的天坑——雨布鲁天坑。它位于贵州省兴义市清水河镇的莲峰村。天坑呈喇叭花形，底部平坦，与周边地势高低差达600余米。天坑周围奇峰环绕，坑底居住有126户陈姓居民，形成独特的坑寨乡域格局。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村寨中的石屋、石墙、石路与自然景观相融合，传统的布依族老房子，古朴沉静，一条颇具历史感的石板路从头到尾贯穿整个村落。村中心有一棵百年酸枣树，这里的村民常在此聚集拉家常，生活氛围呈现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慢节奏。古朴静谧的村落就这样静静地等待客人到访。今天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这个雨布鲁天坑的这个门口了。在我的左右两侧呢，可以看得到有2组非常高大的这种巨型围墙。它的修建材质呢，都是目测过去最轻的应该就有600-700斤这种的巨石块呢堆垒而成的。现在我们往里面走。说实话，我们走过这2道高大的围墙中间呢，非常的具有压迫感，仿佛不知道它是通往何处的秘境。这样的巨型石门似乎只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门头都是由这种1-2吨的这种巨石垒砌而成的，但是呢，它里面是一户人家，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边呢也是一样，在这3块巨石垒砌的这个巨大石岩之下呢，它是隐藏了一户人家。我们要前往雨布鲁天坑村落呢，就要沿着这条石板铺就的道路呢，往前面行进约1公里左右。我们刚一走完这个围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迎面而来的呢，就是一株这种海红豆，又称鸡冠梧桐，这种花科植物。它开出的花呢非常的漂亮。这里呢也是一户人家，在它门口呢种植了2棵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枫叶树。然后主人家呢应该是没在家，如果在家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越往里面走它的景色就越吸引人，就让你有一种很想往里面进行去探究的这种欲望。我们往这个村落里面行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路边这个上面有很大的2株这种几百年树龄的黄葛树我们上去看一下。我们要前往上面呢，要通过一个这样简易的一个别致的木门往上面行走。它这个建筑非常的奇特它在每一棵树桩之上呢，竟然种植了这样的石斛每一个树桩上面都种植了很多这种石斛。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种植方式。在这个巨大的黄葛树脚下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宁静跟幽深。这棵黄葛树呢，它生长在这个巨大的岩石之上，它的根系十分的发达，将整个岩石可以说是一个小山头
全部的包裹住了，真的非常的巨大。而且它的树身上也是全部长满了这种石斛。等到石斛开花的时候呢，它一定非常的漂亮。在这个大树下面呢，它还有修建了这样的一个石台。石台中间呢，它是用了这个石板，还有这种鹅卵石呢，修建了一个八卦的这种图案在上面。在我们对面这里呢，应该是一个旅游的项目，我们去看一下。它虽然场地上已经没有人了，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这个木质的楼梯啊，可能长时间没有修缮了，感觉有些腐朽，我们行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位置啊，它已经上了锁，我们进不去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呢，看向对面，它的两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跨度呢还是非常的大的。在这个路边呢，它种植了大量的这种刺桐鸡冠。这种树呢，它开的这个花朵呢，像那个公鸡的鸡冠一样，所以因而得名，又名呢叫海红豆。非常适合做景观树木。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正式进入这个雨布鲁天坑村落的主体之中了。可以看到，我们两手之边的这个建筑呢，它几乎都是用青石和青砖还有木质结构为主，建的这种传统居住的民房。我们当地的居民呢，至今为止呢，还是保留了明朝以来的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是以自给自足的这种农耕生活为主。我们顺着这个小路一眼望到头呢，就可以直达前面的那个榕树之下了。而且我们村落的发展呢，由于这个时代的进步已经慢慢的涌现了这种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但是呢，当地的这些政府和居委会呢有管控，就是说呢，建筑还是以石质的这种瓦房为主。我们脚下走的这个石板路呢，长约在2公里左右，全部由这个青石板呢拼接而成的。虽然呢没有柏油路那么平整，但是呢，它以最大的限度呢保留了原始村落的原貌。这里呢有一个入口，我们往上面走走看。从这里上去呢，就看得出这户人家这个道路呢修建的，就与众不同了。它都是用不同规格的石板呢，铺造的，然后呢，每一块石板的位置呢都恰到好处。这个墙边呢是种植了这种石斛，紫色的。我们走到这个道路的尽头呢，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户人家的这个院庭它正前方这栋房子呢，应该是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呢，老房子跟这个新房子，一排呢进行了矗立它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下面呢，我们去其他地方逛一逛。我们越往这个村落的深处走就越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种民风淳朴。有几个阿姨呢在路边拉家常。
我们在这里啊，有非常醒目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这个很大的一棵这种南酸枣树，它的直径呢应该是3个人都抱不完的。这个树龄呢，我们看了那个它的树龄盘呢，在200年以上。在我们这手边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原始居民的一个住宅，可以看一下，应该是正在生火做饭。哎，亮亮，这是你家？哈哈，我们录个视频啊。老房子。啊，也是这种老房子才好。哈哈。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住房了，但是呢，它依旧保留了用这个青石作为主体建筑材料的风格。在这个位置啊，它还有一个这个励志超市，但是呢，它已经没有使用了。在这个路边呢，堆砌了大量的这种石块，这些石块呢，都是当地居民呢就地取材，从山坡上开采过来的。它是主要是要用于这个村落当中的一些修缮。这里呢也有一栋非常古老的房子，它呢外面的结构呢有2根这种石头砌的柱子呢作为主体，将房檐呢进行了一个支撑。每一块石头呢都是当地的这种石匠用凿子和锤子呢一点一点的开凿的。我们先往上面去看一下，它是通往哪里。刚刚呢，我们跟当地的几个阿姨呢聊了一会儿，他们呢是本地的这种原始居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呢，他们的先祖呢，距离迁移到这个天坑中居住呢，已经差不多600年的历史了。最远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时候。这一家门口呢，它还悬挂了2个这种大红色的灯笼。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在这个位置啊，我们下面这一片呢，全部都是这种上了几百年历史的这种瓦房，但是呢，有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损坏。我们前面呢，这里有一只小狗啊，它应该也是这个里面的原始居民啊。这种房檐啊，我们正前方这种房子的这个房檐呢，已经不常见了。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当中，利用这种瓦片呢堆积的这种飞檐，它寓意着阖家幸福、幸福安康的寓意。可以看得到，我们这家呢，这个居民啊，他还被颁发了一个好夫妻的这个荣誉牌。这可不得了，这也是可能2个老伴呢，在长时间的这个打拼当中，相濡以沫，共同陪伴，能走过数十年的这种时光呢，才得到大家这种认可，所以颁发了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标识牌。这里有一栋房子它比较奇怪的是，它这一面墙呢应该是修缮过，明显的看得到。它使用的这个石质呢，与老墙不一样。它这几块石材呢，都是新的，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后面这一堵墙呢，它又是老的，可以看得到，因为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明显。这里呢还有一道非常古老的这种木门，它这个材质都已经特别的坚硬了，看上去就非常具有这种时间的痕迹。
还有这个位置，这也是比较古老的传统，就安装了一个石质的这种采光的窗口。它这个呢，其实就是寓意着一个铜钱的样式，就是呢，能够寓意自家能够有一些钱财，能够自给自足，有钱花，能够吃饱饭。这边呢，就是一个老式的这种吊脚楼的建筑在这里。这一面墙啊，就是我们刚看的那栋房子这面墙啊，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镜头的展示呢够不够直观？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的做工呢非常的平整，而且呢缝隙非常的小。这也是我们当地石匠的这种建筑技艺的一种体现。下面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小道呢继续往下面走。我们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这个村落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在这个样式和原始的这种建筑风格之上呢进行保留。就像我们脚下这个台阶啊，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呢，它依旧没有去动它，让它保持了最原始的风貌。我们到这里啊，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树木呢，它是在这户人家的这个门檐之上进行生长的。这里是一个城市的宗祠啊，可以在这个地方不是很明显。它是采用这种烽火三墙穿斗木的结构，进行了搭配这种小青瓦建造的。它的门檐呢，都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古老和破旧了。然后旁边呢，就是他们的祖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城市祖训呢还是比较多的，然后非常的严谨。到这个房檐之下呢，它是保留了一些这种原始的对窝呀，还有这个石磨。这个石磨一看就非常的有历史。还有这种对，我们当地叫对，它可以踩起来，然后进行这样冲击，主要是用于打年糕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门口啊，在这个宗祠门口呢，有一棵非常巨大的这种酸枣树。酸枣树的历史呢，应该在500年以上。它整个树啊是生长在这个广场之上，向上生长应该30米左右，然后它的树干直径呢，差不多有5米。这个位置啊，它还设计了一个这种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挡墙，就是你一进来呢，你不能够一眼看到院子的所有全貌，要通过这种挡墙之后呢，你才能够看得到院落之中的陈设。而且呢，它这个院落当中，它种植了一些这种观赏用的植被，进行点缀。我们走到上面来呢，我一下就被这个屋檐的这个装饰吸引住了，可以看得到，它的整个屋檐的装饰都是呈这种寿桃还有水滴状的。这些呢，就才是正正规规流传了数百年的这种老式建筑风格。这栋房屋我们走到它这个门口，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3道门的设计正前方呢是大门，进去是堂屋，然后两边呢是角门，而且它的这个
整体呢都是木质结构的。它的这个木质啊，由于受到这个长时间的这种熏陶，它已经变成了这种淡淡的枣红色。然后它的这个窗户一方面呢它是便于透气，但一方面它有装饰的作用，它用了这种雕刻的工艺做了这种花窗。这个地方是后来修建的，它是用了这种青石板进行了装饰，应该是制作了一个类似于酒吧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它还在那里放了2个酒坛子作为装饰。这是后来这个村落发展的一种标志吧。我们从这个古树之下穿过呢，就可以感受到清风拂面，让我们觉得这个村落的历史厚重感愈发的明显。这个大树呢，它可能在这里生长了500-600年，它也见证了我们整个雨布鲁天坑世代居民的繁荣不息。我们走过这一边呢，就可以看得到这户人家呢，他的这个装扮就比较别致。它的门口呢放置了一些可能当地就地取材搬来的这种奇石作为装饰。然后呢，它的整个房屋的主体呢还是以传统的这种建筑为风格，它没有进行太多的改造，只是略略微微的加了一些现代化的装饰。但目前呢，它是没有人家的，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一栋呢也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建筑可以看得到它整个石头的这个雕刻工艺呢是采取了我们传统手法当中的一炷香，也就是从头雕到尾，只是一条线进行了装饰。这种简约大气的雕琢风格呢，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这种布局呢，叫做别有洞天。当我们穿越过它大门之后呢，你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里面的庭院有多宽，多么的雅致。我们从村落中走过来我们发现几乎每一户村民的家里面呢都有一个小院。然后这一家呢还养着一窝这种当地的这种蜜蜂这种蜜蜂呢平时是不会蛰人的，而且呢它也是古代的时候我们普通民众糖分的重要来源。这里呢也是另外一户居民家了。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湖手之上放置一条倒置的金鱼这有什么样的寓意？我们要前往天坑地漏呢，就要通过这个田间地头的乡间小道，它差不多有2尺那么宽，都是用这种青石板拼接而成的。行走在上面呢，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农家风气。由于现在是农忙季节这个布谷鸟在不停地发出农忙的信号，它的叫声呢一发急促，就意味着我们的农忙呢正是要紧的时候。雨布路天坑呢，给我的感受就是有点像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当中的“初极霞，采通人，豁然开朗”。在形容这个地方呢，非常的贴切。这里呢，由于属于村落的
中心位置啊，它为了保留最原始化的这种风貌啊，它就没有对这些杂草呢进行分割。我们要走这个地方过去。我们来到这个天坑地漏的周边啊，它种植了一圈这种紫色的三角梅进行了装饰。然后整个天坑地漏呢，它是呈一个漏斗状的，是用了这种石块啊向下竖直的去进行了一个装饰。站在这个天坑地漏的旁边呢，它这种视觉冲击感呢非常的明显。我也学着他们一样旋转着下去看一下，因为你直接往下走的话是很难走下去的。像这样跑起来的话，它由于全部是竖线啊，它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把你整个人往下面再吸呀。没有一点体能的人呢，还是不愿意跑下来的。下来之后呢，你站在中间环顾四周啊，你感觉所有的线条呢都是以你为中心，然后再靠拢，眼睛呢，感觉会花掉。这个创意呢还是非常的奇特的。如果要上来的话，也是要像我刚刚一样，我们只得旋转着跑上来。如果你直接往上面跑的话，你的体能达不到，你也跑不上去，要有一定的速度。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非常顺利的跑出这个天坑地漏了。今天雨布鲁天坑的探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